那除了这个，比如說我們用藥上的一些建議啊，另外呢，還有這個我們的家屬在處理咳不出來的時候哈，我們應該做一些什麼？那還有一個問題呢，就是我們在生病的時候，經常都要面臨的啊，就是我們總會建議大家要多休息。那對於這個呼吸道的疾病的相關的患者來說，您覺得什麼樣的休息是最合理的？比如說，我就是讓患者多睡覺，多躺在那兒，這是不是一個比較好的休息狀態？這個躺着休息肯定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狀態，就是對於急性期感染的人群呢，就是他盡量的這個多休息。然後呢，但是呢，也不是說絕對的臥床，就是如果說你腿啊能動，就是在床上的情況下，你腿能動啊，腳能動，也是需要動的。因為有兩個小問題，就是我們在重症的患者住院的時候，我們也是在會床上有一些小的康復訓練或者翻身的，它會有兩個幫助。第一個幫助呢，就是避免什麼呢？避免出現一個血栓。因為長期臥床的患者或者是老年人患者，他的腳如果不動的話，手或者不動的話，他可能會有神經脈血栓。神經脈血栓這個是風險是很大的，它可能會順着血栓然後進入到肺，形成肺栓塞，然後這個都是有致命風險的。那第二個呢，就是為什麼要這個床上要動呢？第二就是能方便你的這個痰液排出，深部痰液排出，就是躺在床上不要平躺着，就是盡量的左側臥位、右側臥位來回切換。那這個時候呢，這個方便排出的原因兩個。第一個原因呢，就是它的體位變化，就是高低變化能引流出來這個痰。第二個呢，就是防止你壓着的那部分的肺，因為就是長期臥床的人，他這個肺呢呼吸的狀態是不平衡的。你靠近床那部分肺，它是被下邊被壓着的。你使勁的時候，那部分肺是張力是很小的，你全靠上面的空間的那部分肺是張開，然後把氣體給吸進來，所以說後邊的肌肉是不會被鍛鍊的。如果你左右切換這個姿勢的話，會幫助你勻稱的對這個進行這個左右的呼吸肌肉的鍛鍊，這個也是好的。然後呢，就是剛剛我提到的，除了這種呼吸的鍛鍊以外呢，還有就是老年人不要就是直接平躺着以外的，就是它對飲食也是有一定的風險的。如果說你持續的躺着的話，你的這吃進去的食物和水都有可能會順着你的消化系統，有可能會往上反流。就是有時候我們都會發現有那個胃食管反流的患者，或者是嚴重呼吸系統疾病、嚴重的鼻炎的患者，都會形成一個負壓在口腔，然後把你的胃的這個胃酸或者食物往上吸。如果這個時候你是躺着的，你更容易發生腔咳，然後進一步影響到你的呼吸系統，這個就是有一定風險的。所以我們建議這些發生急性感染的老年人不要完全平躺，也不要完全不動，就是在床上力所能及的來回側臥位、翻身，這些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其實這個休息裡面都有這麼多的講究啊，也非常謝謝運醫生呢，把這個急性期的家庭支撐從吃藥擴展到了一個非常立體的後勤保障的體系，包括了我們的營養補充、補水、科學的退熱、輔助排痰和積極休息。這也讓我們的家屬朋友們呢知道了，在醫生的治療之外，我們原來還有那麼多重要並且有效的事情是可以去做的。那很多的家屬呢覺得燒退了，檢查的指標好轉了，這場病就算是勝利了啊。但是現實往往可能是老人回家之後，這個挑戰才真正開始啊。比如說持續數周的咳嗽，一動就喘，渾身沒勁兒，吃不下飯，整個人呢仿佛是覺得非常非常的痛苦啊。那這難道就是我們經常老話說的這個落下病根了啊？是不是這樣？身體是不是在這場感染當中，很多的這個底氣被抽走了？對，我們一個感染之後的一個恢復期，其實是一個比較漫長的階段。這個是一個正常的一個感染的一個恢復過程。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呢，需要一個科學的管理。就是因為感染不光會消耗大量的這個營養，也會消耗大量的一個免疫系統。然後呢，免疫系統受到損傷以後，它一定會修復。為什麼你會覺得這個獲得感染，然後比如說出院了以後，你會覺得精神狀態不好？對，因為這是免疫系統在強制你去休息。就是人體的免疫系統的恢復，就是要避免你進行劇烈的鍛鍊，或者是增加你的要求是你增加你的睡眠。免疫系統呢知道自己受損了，
它這時候需要修復，但修復的时间一定是你在睡眠的时候，它才修復的效率是最高的，所以它才促進你去精神萎靡，促進你去睡覺，才能有更好的一個修復的時間。那這個修復的時間大概要多長時間？比如說從出院開始計算，1個月左右了。中老年朋友可能還是覺得咳得很嚴重，然後還是覺得整個人呀沒有精神，非常虛弱，這個狀態正常嗎？這是正常的。其實這個事情就是完全是因人而異，就是因為就這個事情就像打仗一樣，你打仗這個過程中，然後這個最後多長時間這個戰場能恢復，那取決於這個仗打得多激烈，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取決於你的這個本身這個城牆有多堅固，然後以及你自己的儲備糧有多少。如果你的儲備糧很多，你本身是一個營養很充足的人，那你就可以耐受這種程度，你就可以把這個時間縮短得很短。那對於一个本身身体基礎很差的人，那他可能恢復的時間就要更長一些。那如果說通常來講，如果你的這個恢復時間，你的這個感染症狀，你的這個萎靡等等這些狀態超過了3個月的時間，那可能就是有一些感染，或者是有一些病因還沒有完全的去除掉。這個時候還是需要去找醫生看一看，我還需要注意哪些，還有哪些做一些檢查，看哪些器官還沒有完全恢復，這個是需要做的。所以這個有點像是我們之前說的叫病去如抽絲哈。其實從醫院出來可能僅僅是代表了這個急性期度過了啊，但是恢復的這個過程還是相對來說比較漫長，而且因人而異的。那在這個恢復的過程當中啊，我們有沒有一些關鍵的點是需要我們格外去關注的？比如說呼吸疾病本身是不是這個我出院之後我格外需要調整的就是我的呼吸方面？對，呼吸呢，是一個這個身體狀態的一個最根本的一個功能，然後呢，也是我們這個康復裡邊最需要最開始幹的一件事。然後很多老人的呼吸呢，在這個出院以後會變得一些淺快，然後費力更消耗。那這個時候呢，就是一個正常的一個恢復的過程。然後呢，我們需要剛剛提到了呼吸肌肉鍛鍊的一個方法，就是縮唇呼吸，然後用鼻子緩慢吸氣，然後像吹口哨一樣，然後撅起嘴，緩慢均勻的再呼出氣，然後心裡默數一個1、2、3、4，呼氣時間呢是吸氣時間的2倍。這個動作呢，增加氣道內的壓力，防止了小氣道的一個塌陷，讓我們把更多的一個廢氣排出來。第二呢，就是一個腹式呼吸，坐着或者是躺着的情況下呢，把一隻手按在胸口，那個胸不去動，然後用肚子，然後來鼓，然後收縮，把這個氣自然的這個呼出，還有這個吸入，然後這就是腹式呼吸。然後每天呢要鍛鍊2到3次，每次5到10分鐘，這個呢也是鍛鍊呼吸肌肉2種方式。好的，那這2個訓練的方法聽起來既簡單而且實用哈，馬上呢大家也可以學起來。當呼吸稍微覺得順暢一些之後呢，體力上的這個虛，我們又應該怎麼樣來應對啊？在運動的過程當中，康復的過程當中，到底什麼樣的一些建議才是更科學的，而且沒有給身體造成過大負擔的？對。康復性的鍛鍊呢，不是說像這個一定要馬上恢復到你生病之前的狀態，它是有一個階段的。剛才我說了，就是你的身體狀態不如從前，就是你的活動能力下降，精神萎靡等等，這些是你的免疫系統的一個自我修復的一個，它給在自己創造一個這個修復時間。那所以說這是一個正常情況，我們不能就是跟它強行的違背，然後這樣的話可能免疫系統會進一步下降，可能會還沒有修復也長程，然後可能會有更進一步的其他的病菌來入侵。所以說我們這個慢慢的這個活動從什麼時候開始呢？從這個慢慢的從臥床開始，從基礎活動開始，從勾腳尖兒、繃腳尖兒或者是翻身，這種坐起這種訓練開始。第二個呢，就是下床以後呢，在家人的看護下呢，從床邊站立，從室內慢走開始。我們要做到這種不氣短，然後呢不那個心慌的這種運動，然後呢間斷運動，走2分鐘休息1分鐘。第三呢，就是可以再下床了，下床以後完全可以在室內的無障礙走了以後呢，我們可以到室外到門口，然後進行一些簡單的一個耐受的訓練，慢慢的逐步提高自己的活動能力。但在這個過程中呢，盡量有家人的這個幫助，然後呢家人的這個監視，對他的這種安全性啊，包括這個可能預見到的一些特殊的一些這個緊急的信號，可能進一步的處理。
好的，非常感謝郁醫生今天非常詳盡和透徹的分享。我們一路聽下來呢，從最初理清反覆支氣管炎這個潛在的威脅，到認清老年肺炎症狀不典型的隱匿的面具，從構建日常養護的4大基石這面最生動的防火牆，到學會家庭護理紅綠燈這套關鍵時刻的決策工具，再從理解急性期的科學支撐的關鍵作用，到掌握康復期系統重建的完整路徑，不僅解答了疑問，更為我們串起了一條清晰的主線，那就是對於中老年呼吸道的感染，我們必須建立起夯實日常、會識別、懂支持、助康復的全周期健康管理意識。那對於我們子女和家人來說呢，這份認知的提升本身就是一劑良藥，它意味着我們從此能夠更加科学地為長輩構築起預防的體系，更早地洞察風險，更準確地判斷情況，更好地在病前、病中、病後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守護父母的呼吸健康科學的理念，細緻的觀察和溫暖的陪伴缺一不可。願我們都能從今天做起，把關心化為行動，也許是調整家中的一份食譜，也許是帶父母一起做一次呼吸操，又或者僅僅是更加耐心地傾聽和觀察他們的狀態。預防是最好的治療，科学的照護是最深的關懷。我們再次感謝郁醫生為我們帶來的滿滿的乾貨，也感謝所有觀眾的陪伴。希望每一位長輩都能自在呼吸，安享健康。我們下期再會。